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赵露思后又一顶流要出走，王一博被曝不续约，网友杜华的天塌了。王一博一旦走人，月华一年少赚3个亿，这不是吓唬谁，是财报里白纸黑字的数字。2023年，他一个人给公司带回的钱占月华总营收5%。现在合约只剩最后1年，他悄悄把个人工作室注册好，商标也提前揽进自己口袋。粉丝在超话里刷自由，资本在后台按计算器，算盘珠子噼啪响。时间拉回2014，王一博还是洛阳一个跳街舞的小孩，杜华把他挑进 UNIQ 组合没火，人先被雪藏。熬到2019，陈情令一夜爆灯，广告商排队把门槛踩烂。从那天起，月华一半现金流靠他刷脸，豪车、手机、奢侈品，粉丝买的比年货还快。他拍《长空之王》，5一档拿8.5亿票房，开一场演唱会，1200万票房秒空。公司其他人加起来都凑不出他一个零头。可问题也出在这，月华把鸡蛋放同一个篮子，篮子现在想自己飞。王一博名下已挂4家公司，文化传媒、品牌管理、知识产权，门类齐的能自己开年会。业内传，他不再续约，团队没否认，只回了荒谬俩字。股价当天跌5%，投资者用钞票投票，没了他，月华故事讲不下去。有人拿赵露思做参照，去年他公开吐槽公司克扣片酬，虽然没解约，但拿回自主权，资源不降反升。头部艺人一旦翅膀硬，第一反应都是单干，平台也乐意接直邀，省去中间费，预算直接砸给艺人，双赢。留给经纪公司的路只有2条，要么转型做服务型管家，要么继续押宝下一个天降紫微星。可紫微星10年才1颗，杜华押得中吗？月华试过自救，虚拟偶像、练习生招募、电商直播，能开的牌都开了。财报里，艺人管理仍占80%收入，王一博一人扛下最大头。他若离开，公司估值先砍一半，新人招募立马失去吸引力。品牌方更现实，合同里开始加条款，若艺人换公司，品牌有权撤档。一句话，风险全甩给月华。对王一博，单飞不是裸奔，是换赛道。流量在手，平台、品牌、剧组都会自己上门。他缺的不是资源，是能把关的人。自己当老板，赚多赚少全进自己口袋，再也不用被抽成。粉丝也乐见其成，至少不会再出现摩托车赛摔车事件后，公司公关慢半拍，让他一个人面对舆论。行业层面，顶流自立门户已成暗流。张艺兴、鹿晗、宋茜先后成立工作室，平台直接对接，省去中间差价。经纪公司过去靠信息差吃饭，现在信息全透明。艺人学会看合同，粉丝会算财报，公司在玩老套路，没人买账。下一步比拼的是服务，谁能把税务、法务、宣传、粉丝运营做成一条龙，谁才能留住人。杜华此刻最怕的是示范效应。王一博一旦顺利出走，范丞丞、黄明昊也会掂量自己扛盘子是不是更香。头部艺人走光，中腰部会跟着散，公司瞬间空心化。资本市场不相信眼泪，股价跳水只是开场，后续融资对赌全他方。想活命，月华的在1年内重新讲出新故事，还得让投资人相信这个故事不靠王一博也能赚钱。把镜头拉回小屏幕，王一博最近一条微博点赞破300万，评论区齐刷刷刷支持哥哥做自己。粉丝经济时代的粉丝者的天下，而粉丝只认人不认公司。
这是所有经纪公司最慌的一刻。当你把全部筹码压在一个人脸上，就要接受他随时掀桌的可能。再不做风险分散，损失的不只是钱，还有活下去的资格。不懂把艺人当客户，下一个塌房的就是你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